我们现在虽然你交了钱给 ChatGPT， 你交了钱给 Gemini， 可是其实所有的这些运算的成本都是这些公司在做吸收的，所以他们的负担是很重的。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 AI 公司都没有赚钱啊，因为他的钱全部都丢到算力里头去了嘛。可是如果今天我可以把算力做这样的处理，那么当然我 DeepSeek 的负担就会大幅的降低了。那 DeepSeek 是怎么做到这一点？靠着演算法，这才是它厉害的地方。就 DeepSeek 它一直号称说它要用软体的突破这个硬体的封锁，而 DeepSeek 真的做到了。接下来在晶片站，我们来关心到的是中国大陆的晶片有黑科技的突破。今天要来关心到的是大陆最新宣布的这一款叫做3D 混合的剑黑科技，那么竟然声称能让14奈米晶片效能媲美这个辉达的4奈米 GPU， 怎么回事？我们赶快来看到是中国大陆的半导体产业协会的副理事长，他这样说：14奈米的制程，再搭配上18奈米低润记忆体的人工智慧晶片，我们采用的技术是3D 混合键合技术，就能够实现这个有一点复杂，等一下请委员来帮我们解释哦。这个铜对铜超高密度连接，效能媲美辉达的4奈米的 GPU， 真的能做到吗？是用什么样子的原理？那他这边有特别提到是靠着记忆体贴在一起跑，就可以让延迟大幅下降，速度飙升。委员怎么看？对，这其实是封装技术的一种大幅度的提升哦。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那个晶圆的产业，其实它是一条产业链嘛哦。你说台积电它把晶圆做出来了之后，不是这样就拿去用啊，不是这样就能够拿去做组装了。它要送到封测厂去测试，然后去封装，这就叫做所谓的封装。什么叫封装？就是因为你一个电子元件哦，你里头包含了非常多的晶片，那不同的功能你就有放不同的晶片在里头。可是你把晶片堆叠在一起的关键问题来了，你晶片堆叠的时候，你要怎么堆叠？你要怎么样的堆叠才能够让效能提到最高？那过去在堆叠的过程当中，它中间是有一个要键合的时候，它会用，比如用那个锡啊来做焊接的这个动作。所以呢，在过去的这个堆叠的过程里头呢，它往往如果堆叠的不够紧密，那么你中间就会产生在能量传递过程当中的消耗，然后你中间在这个速度上也会受到延迟。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所谓的这个 hybrid bonding 哦，就是我们现在在讲的叫混合链合哦，就混合链合这个混合键合这个工作，它其实做的就是什么呢？它可以跟你精密的做到，我晶片跟晶片在对接的时候呢，我铜对铜，然后呢，我非传导的地方对非传导的地方，所以呢，我在传递的过程当中，我晶片跟晶片之间的这个空隙可以压到最小。那我压到最小的时候呢，我传递的耗能就会降低，然后我的速度就会变快。是，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中国大陆讲的这个所谓的黑科技，就是现在在封装的测试的行业里头，大家都在做的，就叫做我刚刚讲的叫做这个 hybrid bonding 哦，就是所谓的叫混合的这个链合哦，或者混合的键合。那么如果中国大陆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当然，在封装技术上算是一个很大的突破。那他现在所提出来的说，他在很多的效能上能够大幅的提升，那这并不令人意外了。好，一方面我们刚刚看到是在晶片上面的这个黑科技突破，那另外我们也来看到是 AI 大模型上面也有突破。两个，一个是 DeepSeek 的 V3.2。那另外一个是它有一个 special， 就是特殊款。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这个 DeepSeek 的 V3.2， 主攻的是推理跟日常任务。至于 special 版，它就是听起来就是往这个比较高性能的版本去发展。官方说了，这个性能甚至可以超过 GPT-5 跟 Gemini 3.0 Pro。那它厉害的地方是它有这个 DSA。稀疏注意力架构，简单来说就是可以大幅减轻 AI 处理长文件啊、复杂任务所需要的运算，而且成本直接砍70%，真的能做得到吗 ？DeepSeek 能够硬碰 GPT-5跟 Gemini 3 Pro 吗？干哥怎么看？好，我跟你讲哈，他就说那个 DeepSeek 它的那个V3.2 Special 已经参加了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还有什么？还有那个国际大学生城市设计竞赛，你知道吗？他们就说他的模型表现哈，专家结果分析出他的表现可以从人类的学生，从第1到第10名里面，这个 Special 他已经拿到第2名跟第10名这2个名次了。也就是说，已经跟人脑在拼了。那其实我觉得这个贡献是非常强大的啦。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它就是在长文里面
他找到一个方法，为什么？就是 DSA 它用很低的成本，它先扫描索引，它扫描索引之后，你知道我们在建立模型的时候，很多比如不管是 ChatGPT 或者是 OpenAI 也好，对不对？他们会整个去看啊，所以当然它模型会大嘛，但整个去看，然后慢慢再筛选。那你要泡一杯咖啡等它，对不对？我现在讲的是10几万字的那一种啊，就大型的仓库里面，你要用1杯咖啡的时间等它，或者你只要2秒钟，它就可以翻译出来。现在 DeepSeek V3.2它就做到了，它就做到，他说不用，你可能只要转眼之间，它就可以帮你翻译出来。它用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把99%的废话给丢掉。但是你要怎么样知道那99%是废话？它只要那个1%，然后深度解读，那就是 DeepSeek 啊 V3.2的 Special 版，它的功能跟实力。所以在传统模型，它处理部分的资料的时候，它花的时间是现在普遍模型所遭遇到的问题。那 DeepSeek V3.2，它到现在有这个2个版本，都慢慢的让这个开源，我就是开源，我真的是开源啊，我的词源都是 open 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的解算能力越来越高，而且他说真的可以跟谁，就是跟谷歌被认为是最强的 Gemini 3.0 Pro 啊，对，这个是最强的。他说他有一天我会打败 Gemini 3.0 Pro， 有没有可能？我觉得梁文峰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非常有可能。好，另外一方面是有没有可能再就是说成本还说可以降低70%，委员怎么看？对，我简单的帮大家科普一下，因为我在研究所教的就是人工智慧哦。那么我们在人工智慧里头最常听到的就是词源。什么叫做词源？我讲一句话，我想吃苹果，这句话电脑读进去的时候，它要先把这一句话分成不同的词源。我是一个词源，想是一个词源，吃是一个词源，苹果2个字是一个词源，句号再是一个词源。当你把词源分完之后，你要做的就是把它变成向量，所以叫做文字转向量。我们现在在讲的处理词源，为什么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就是你把词源分完之后，电脑不是读这些字哦，在电脑里头，我代表的是一个向量，这个向量可能有10万个数字。但是这一组向量进去，电脑读出来就知道，它这个就是我的意思。想吃苹果，它要这样读。那在它读的过程当中，对文字处理上最难的是什么？我读了，它读进了我之后，我下一个输入的是想，可是它不能忘记我啊。对，我还要在里头啊。它如果只是读了想，忘记掉了我的话，那这句它根本不理解，它最后只读到了一个苹果，不是，它最后只读到了一个句点而已了。所以呢，要如何能够一长串的文字输入，而能够让它处理，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哦。我刚才讲说，我今天输入我想吃苹果，我用文字输入，我要经过第一个大模型，我要把它变成向量，然后第2个我要进入真正的大模型，我要开始进行处理，第3个我要吐出来的时候还是向量，我又要再经过另外一个大模型把它变成文字。所以你看看，在处理的过程当中，这就是所谓的成本了。这就是所谓我们要花的时间成本跟经费成本。为什么需要这么大的算力？原因就在这里。那 DeepSeek 很厉害的一点就是说，它如果能够把处理每100万个词源哦，各位知道100万个词源是多少吗？大概你可以把金庸的《射雕英雄传》整套丢进去，大概也就是100万个词源了。那么它处理的这个费用可以大幅的降低。那这对 DeepSeek 或者是对 DeepSeek 的用户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福音因为我们现在。各位知道，我们现在虽然你交了钱给 ChatGPT， 你交了钱给 Gemini，可是其实所有的这些运算的成本、这些处理的成本，都是这些公司在做吸收的，所以他们的负担是很重的。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 AI 公司都没有赚钱因为他的钱全部都丢到算力里头去了嘛。可是如果今天我可以把算力做这样的处理，那么当然我 DeepSeek 的负担就会大幅的降低了。那 DeepSeek 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靠着演算法，这才是它厉害的地方哦。就 DeepSeek 它一直号称说，它要用软体的突破这个硬体的封锁，而 DeepSeek 真的做到了。好，我们刚刚看到的是 AI 的模型哦。那另外一方面呢 ，AI 的推理晶片，我们来看到它的供应量，未来可能会出现供不应求，也就是完全不需要用到辉达 H20晶片了。因为呢，现在数据显示，美国投行做的2025年底大陆 AI 的推理晶片供应量会是需求的
4倍哦，会有供不应求的问题，一直到2030年。那这些缺口会由本土的企业、华为、寒武纪等晶片业者来补上。那么大陆的7奈米 AI 晶片的年产量到2030年，甚至预估会有爆炸级的成长，高达410万片。辉达执行长黄仁勋的噩梦真的来了吗？李博士怎么看？我看啊，川普推动这一个晶片，我把它叫做 chip war， 晶片战争。那因为晶片战争，所以他在推广 chip marketing， 晶片的市场。那他这里特别讲到说，这是一个出口的管制，会不会失去意义？我认为啊，以美国这么大，然后科技这么进步，它不应该叫出口管制，它应该叫出口辅导。如果你把管制 control 这个改成辅导的话，这个晶片战争打不起来，黄仁勋也不会这么害怕。接下来持续来关心的是中美之间的晶片战。首先，我们今天会先来关心的是中国在7奈米上面的突破，能否不靠 EUV 也不靠荷兰的技术呢？等一下会做关心。另外一件事情，等一下持续来关心是中核之间的安氏半导体的经营权之争。现在烧到整个供应链，不只是欧洲车企、日企，还有韩国的这些车企受到影响，包括了现在已经烧到全球供应链，像是在航空领域等等。等一下都会一起来做关注。今天的3个火线话题，我们先来关心的是北京大学攻破的显影光刻技术7奈米突围成功，代表大陆不用靠 EUV 了吗？就能够撕开美国的封锁线吗？第二件事情是荷兰硬夺下的安氏半导体，但是中国大陆反手段。欧洲国家的供应，从车厂一路烧到航空领域，甚至是机械，有一些领域甚至1周内恐怕就会全面停摆了。这对于欧洲来说，到底压力有多大？荷兰还撑得下去吗？尤其在这个时候，荷兰总理急着撇清说：“其实呢，我们接管安氏半导体不是针对中国大陆的，我们只是因为认为呢，他们的执行长这个安氏的执行长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祭出了这样子的一个惩罚。到底是公司治理有问题，还是？”因为美国压力，所以他们得持续的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川习会能够救得了这一场安氏半导体的危机吗？等一下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关注。刚刚讲了，中国现在有一个最新的技术，确实震撼全球，因为这个又上了《自然》杂志，就是北京大学这一回联手产业研发出的这个是新型的显影光刻技术，只溶解光刻胶。曝光区域就能够精准将这个转移的电路图案到细片上面，正式跨入7奈米，甚至是更先进的制程。这是怎么样的技术就能够突破美国的晶片封锁战吗？委员怎么看？这个报道可能跟事实不太符合哈，我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在做半导体晶圆呢，第一个在晶圆上先要涂胶，涂的就是光刻胶。然后再来要做什么？要曝光，就是光刻机的曝光扫描。那第3个就是把它丢到显影液里面去显影，然后显影就会去掉了光刻胶不需要的部分。那最后呢，再数刻，把它在上面去刻出线路来，大概经过几个手续，每一道手续都可能会有一点点不良率，然后每一道手续累积下来，就整个产品的不良率就构成你在半导体制造的成败。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并跟光刻机无关，这个是跟显影有关，所以它名字叫做光刻显影，因为它用一个特殊的技术去发现到说，原来光刻机做曝光完了以后，在显影的过程里面，因为光刻胶会有残留，原来假设说光刻胶会平均散在显影液里面，它说不是。会在特殊状况的时候，它那个光刻胶的胶分子会乱粘，就造成你图案本身线路图本身产生缺陷。所以用它所提供的方法，在7奈米的制程里面，可以把这个显影过程里面的光刻胶的残留造成的不良率下降99%。那这个当然是一个提升良率的一个方法。对然后再送去数科的话，会做出更好的。有良成品但这个不要把它看成是光刻机，跟前面的制程是没有关系的但是这个对于全世界制造7奈米的一些半导体厂，那可能都要花钱跟他买这方面的专利技术了不管台湾的台积电或美国的有一个买，但这个是等于是中国大陆在这个做。这种半导体上面一个技术上的进步，因为它本来它的曝光用的光刻机技术就没有很到位。那如果说不良率蛮高的话，可以在这个
显影的过程里面降低它的不良率，来去之间相互补偿，就可能会使中国大陆的半导体制造更往前进一步。是好，这个技术可以提升中国大陆在晶片上面的良率是大幅的提升。那另外一方面，同样也是晶片战，我们要持续来关心的是中核之间针对安氏半导体的这个经营权之争中国在荷兰强制接管了安氏半导体之后，大家知道吗？中国厂是立刻断供晶片出口到欧洲国家。那首先是车厂的部分，受到了很严重的重击，不管是欧洲、日本或者是南韩的车厂。那我们大概看到这几个品牌，福斯、B&W 到 Benz， 甚至是南韩的这一些现代、起亚、大众，更是直接被迫停产现在其实呢，来自于德国的媒体，他们非常的忧心做了一个报道。他说，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断供是2021年疫情之后的第2次的断供的危机，而且这一次恐怕在1周就会做全面的爆发了。德国商报现在更担心的事情是，不只是车厂受到影响，包括了航空业跟医疗、国防在欧洲都会全面的引爆，尤其是供应链的公司，我们要来看到他怎么做分析。他说，光是欧洲的航空跟国防企业全部都是用安氏的晶片，机械工程领域高达95%，医疗领域更是高达了86%，代表说这3个重要的产业，刚刚提到的汽车、航空到机械，1周内恐怕面临停摆问题吗？杨老师怎么看？已经停摆1个厂了。大众汽车在德国专门做德国最畅销的就是高尔夫，那个 Golf 小车子，在这个礼拜已经停产，就停工了。那接下来大概平均可能20天，因为它有一些库存。那最快的话呢，就是大概如果它做调整，2个月之内就完全没有，所以可能就是20天之后陆续，不只是大众你说 B&W、宾士日本韩国的这些汽车厂，在欧洲的汽车厂大概都没有了。为什么？因为安氏半导体主要是提供给他们然后安氏半导体里面70%的封装其实就是在中国大陆，然后有多少每年800亿颗，800亿颗半导体，然后每一个汽车里面，如果是燃油车，至少用500颗；如果是电动车，用到1000颗；如果是智慧型的这个车辆，可能用到2000到5000颗一台车子。所以你就可以想象，这些车子里面它需要用到这么多，而它绝大部分都是依照安氏半导体。那现在你说这个就是美国对它的制裁，然后到了9月份的时候就延伸制裁你海外的子公司。如果超过50%的股份，也会在制裁的范围之内。那德国就荷兰就出手了。对，那真的是很糟糕。他不知道这个冲击会这么大。对，他出手之后呢，中国就反制，在中国的70%的封装不准出口。那这个时候，所有的用安氏半导体的这个各个国家的汽车厂，尤其在欧洲的，就会碰到停产。那 Golf 已经就是停工了。来不及在就是别的地方来补呢？这个来不及，因为这个量太大。那另外再做一个封装厂，那绝对这个缓不济急。而且要经过很多的这个验证，所以现在就变成一个你必须要立刻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大家现在都来看接下来川习会去怎么处理。因为问题还是出在美国啦。对。所以如果美国这边放手的话，那当然荷兰这边就会停下来，就跟孟晚舟事件一模一样。那甚至我们在讲，它比孟晚舟更夸张的是，它有点像是把就是中国在荷兰的安氏半导体把它给国有化，就让我想到50年代的时候，那个埃及把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当时埃及还是说得过去那本来就是在这个埃及的领土范围里面，但是你这个东西是被人家几百亿，当初超过300亿美元把它买下来的一个。那做一个不是太先进，但是大家都需要的，那你就看所有的这些德国的晶圆制造厂在法国有叫法意，还有呢就德国的英飞凌，还有一个叫做安森美，他们其实都把制造厂这种就是说成熟智能制造厂放在欧洲，但是呢封装厂通通都放在亚洲，像是这个英飞凌是放在马来西亚，然后呢安森美是放在菲律宾。那意法半导体的封装厂就在深圳，是那安氏呢也是在，因为它本来就跟文泰是做一个就是这个结合的关系，所以你现在我觉得问题要回到最关键，就是还是要在美国，
对，美国自己要放手，你这种所谓的这种长臂管辖哈，你要有所节制，否则中国就会回敬你稀土啦。我觉得这一定已经是谈好的，是贝森核子还讲出来而已。是，好，我们就看看后面的发展。对，我们现在就是要关注的就是习川会有没有可能透过政治外交的智慧来化解这一场在产业经济上面安氏半导体的危机。那其实，在这个危机还没有解除之前，确实现在不管是荷兰的经济大臣，或者是这个欧盟的官员都非常的紧张，他们一直不断的打电话给中国。那接电话的人呢是中国的商务部长王文涛。那他们谈什么呢？就说，是不是能够帮忙解决一下安氏半导体的危机之外，还恳求是不是放宽这个稀土的出口，这是2件不一样的事情。那欧洲内部现在也都在反咬荷兰认为说你们这样子造成我们很多的困扰。他说荷兰你们就是挑起火线的人。那荷兰的总理他也在这个时候说，他在布鲁塞尔参加欧盟的峰会，告诉媒体说，这一次呢，安氏半导体的核心事件是执行长管理不当，我们不是针对中国的一个措施。突然间改口了，就说是执行长的问题。舰长您如何看？首先你要知道，像这次荷兰，不管你做什么，你的动机我不管，你是不是美国给你压力，是不是你基于国家的这个管理什么的，这我都不管。我们要看的是结果，结果是什么？结果你们对安氏这样子，那北京不会容忍这个事情的，因为现在各国都应该去想一件事情，连美国这么强大的国家，川普这么强势的一个总统，那么不讲道理的总统，北京都完全不理他，那你其余你能够让中国怎么样？荷兰啦、日本啦、韩国啦都不可能的，所以当你们要采取一些对中国的措施的时候，记住那个后果你要去承担的。其实中国现在所有做的事情大概都是这样。那第二个，我预测一下，就是这一次的川习会一定胜利成功。为什么？如果不成功，11月1号要征100%的关税，那是不得了的事。从上一次这个川普说要征100你知道当天那个加密货币的那个。有16万户被平仓，所谓平仓就是融资断头，当场损失了190亿美金，这是被断头的平仓整个加密货币的那个损失是9000亿美金，就因为那个100%的关税。然后第二天说可能是11月1号，不是那么快，还不一定，哇，立刻又涨回去。昨天才传出说我们这一次可能100%关税不会这个限稀土你知道今天股市涨多少？你们应该都知道，涨了461点，大涨你就知道它的这个对全世界的经济影响有多大。中美如果打起来，那是一个世界经济不可承受之重，所以双方的当事人都知道，我们不能够让它崩掉。那谁敢让它崩掉？所以他们会极尽一切的能力，让它有一点成就。而以川普的这种作为，就只要有一点成就，他经过过度的包装，我们这次是非常成功的，所以11月1号绝对不会征100。现在要来看到，其实也在为10月底的习川会做铺陈的，就是中国大陆打的科技战，来增加自身的筹码。最新消息，我们来看到中国大陆这一次很掀桌了，全面禁买辉达的特供晶片，多少颗呢？200万颗的库存，恐怕都要这个变成库存完全放在那边，没有人买了。接下来损失的金额恐怕达到了1000亿人民币，都会化成泡影吗？另外，今天也会来关心到的是中芯国际它自己自产的 DUV 要来冲刺7奈米，能够挑战艾斯摩尔的霸权地位吗？今天3个火线话题，我们会来带观众朋友看到的是中国大陆确实现在已经全面要来禁购最新消息辉达的任何特供晶片，200万颗库存会不会引爆危机呢？中芯的首款 DUV 曝光之后，它的7奈米会不会重击艾斯摩尔的霸权？最后我们也会来看到阿里最新出的这一款晶片，由平头哥来出席了。根据了解，性能是能够强碰辉达的 H20的，辉达将会完全的从中国大陆的市场被退出吗？等一下我们都会来做最全新的关注。先来看到的是刚刚提到的嘛，这个大陆北京进的辉达的特供，任何的 AI 晶片都不能再进了。这当中包括了这一款 RTX Pro 6000D 的伺服器。那哪一些科技公司大陆有下令不能再买辉达的晶片呢？包括了这些科技大厂，像是字节跳动
动啊，又或是像是阿里巴巴跟百度，辉达这下可担心了。为什么呢？我们来看到它的库存，尤其到了年底啊，最多可能达到200万颗，这些库存到底积压在这边，接下来怎么办呢？而且每颗的金额高达了5万人民币，如果有200万颗，那不就有这个1000亿人民币都变成了泡影了吗？我们来看到最新的发言，来自黄仁勋的说法。他说：“对啦，我现在是真的对于中国大陆的这些动作感到很失望，但是我还是会耐心以对的。”美国的众议院议长则是痛批中国大陆成为美国的一个对手。刚刚讲到的是最新科技，尤其是中国大陆要自产自己的晶片之外，还有光刻机，这是最新消息。中芯国际它测试了这一款是由上海的新创公司与量生生产的28奈米的 DUV 曝光机，它靠的技术就是多重曝光，还有这种静默式的技术。等一下请委员来带我们看，生产的是7奈米晶片。那么现在也做了一个预估中芯跟多家的大陆晶片业者已经规划了接下来的战略蓝图，就是说2026年他们的产能要能够翻到3倍。但是根据了解，现在大部分都还是要依靠艾斯摩尔旧款的 DUV 啦。但是呢，国产晶片的光刻机最快2027年就可以来进行了量产了。这一款光刻机靠的是多重的曝光加静默式，硬生生的可以拉到7奈米，真的有这么厉害吗？能够再挑战5奈米，甚至挑战艾斯摩尔的地位吗？委员怎么看？大陆的光刻机是进步神速，但是目前还不能够挑战艾斯蒙所做的 DUV 或 EUV。原因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大陆所推出来的 DUV 都还是属于干式的这个深紫光的光刻机。那至于浸润式的这个光刻机啦，是刚刚测试出来，这是大概是第一款媒体报道的中国大陆有浸润式的，就是镜头在水里面，你靠着水的放大作用，可以做得更精密一点的。但是这样的一来的话，它还是有些机构，它的机构的能量还没有办法做到一次曝光，所以必须多重曝光。那多重曝光，可以把28奈米变成14奈米，再把14奈米变成7奈米，目标是7奈米。那这样一个多重曝光呢，就会造成什么？它的良率下降。良率下降，它成本就会上升。对，那这个困难一直需要克服。所以他们透过新凯来去发展一种 patterning 的技术，就是说我重复曝光，我还是可以把它定位得很准。但是做出来以后，这个市场出来了，现在正是由中芯国际在做什么？在做测试当中，所以它还是属于原型机。那原型机如果测试到一定程度，大家觉得可以商用的话，那中国的第一台浸润式 DUV 的光刻机就会正式的上场。那目前还没有，还在测试阶段。但如果它上场的话，它成本价，据了解只有艾斯摩的60%。那这样一来的话，白菜价的光刻机就出来了啊。所以这个当然，这个消息一出来的话，中芯国际的股价的莫名其妙，biang就涨了8%，一天天涨了8%那就看未来的发展。那我知道中国有很多单位都很努力在发展光刻机，他们觉得不应该被美国掐住脖子。那这个浸润式的是谁发明的？是台湾台积电的以前的副总叫做林本坚发明，林本坚老师发明的这个不过这个是过去式，艾斯摩做的浸润式光刻机已经很进步很远了啦。那如果中国能够踩上这，它将是全世界第二款那如果这个成功的话，那像那个 EUV 有人发展出光源，有人发展，可是一直都多不起来因为它是要很多的功能组合在一起的。那这个 DUV 是第一次中国自己组合成功，先预祝它这个一本万利至少已经先反映在股价上面了啦。那宽哥又怎么看？接下来会不会威胁到美国的晶片霸权等等？这一段谈的会是最新的数字大家如果有些记不住的，到时候就回看思敏的这么漂亮思敏的一个节目我再要谈一些比较新的东西第一个开头，辉达哭了，苹果笑了。发生什么事呢？
辉达现在呢，他们是很认真的要去符合美国的一个期待跟中国他们市场的一个需求，所以他们都推出了降规版的晶片。但现在中国已非无下阿蒙，所以简单的说，过去我要让你摆布，现在呢低规的晶片我不要买了。简单的说，北京现在已经说了哈，你跟政府做生意的呢，尽量不要去买辉达的相关晶片。所以现在卡住2个地方。第一个新型的一个显卡5990跟6000系列的，据说卖不动，然后再来新的，因为 H20后面接的是 B30嘛 ，B30的晶片听说现在中国也不买，所以现在黄仁勋慌了，他就说我失望，但是我会耐心以对。为什么呢？据传货已经准备好了，那现在大家在估到底会影响多少？会影响50亿美金。还是100亿美金，还是150亿美金？各位，这个还不晓得，因为这件事情还在现在进行式。好，为什么苹果笑了呢？现在中国很简单哦，苹果那一天据传来到台湾，在下单的过程当中，全台湾所有的厂商吓一跳，怎么下这么多呢？通常苹果在下新的一个订单大概是8000万只左右，这次苹果据传下到9000万只到9200万只，大家都说这个数字太高了啊，怎么会下这么多呢？结果库克说，我们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没有遇到华为的抵抗。那发生什么事呢？来龙去脉跟各位说哈，原来啊，现在北京把全力都在做 AI 晶片，所以现在全力在做 AI 的升腾910C 跟910D， 华为的晶片出不来啊。那华为晶片出不来怎么办呢？所以这次苹果新的17手机推出来的时候，华为没有新机来跟它正面对抗，所以苹果认为这次他们有办法在中国，在全世界这一次要大获全胜。这个是目前的做法，就是辉达哭了，苹果笑了。好，现在重点来了，回论到刚才思明所说的，现在中芯他们所做出来的这个所谓的宇亮生所做的这个浸润式的晶片，能用或不能用？目前去观察艾斯摩尔的现行，因为它目前的现行长期的股价在550上下，正负50块钱，目前这个现行没有破，所以大家都还在观察。但如果真的让它给成功的话，这个是天大地大的事。为什么呢？目前到2027年，中国还要开出9间到10间的成熟制程相关的晶片，所以大家都在担心那些成熟制程。为什么呢？未来的成熟制程势必它会白菜价。可是如果中国它这个技术往上提升的话，那我先跟各位说哦，未来的世界真的是一个世界2个极端。为什么叫2个极端呢？现在的美国很多的投行，他们最新的一个报告已经在说了。台湾的一个部分的话，因为我们所做的是美规的 AI， 那目前美规的 AI 包括了美国、包括了欧洲、包括沙特阿拉伯、包括日本等等，他们都还在扩产当中，所以我们这边还是很棒，这个没有问题。但中国现在它要自给自足，中国自给自足有它自主的一个 AI 的情况之后，它现在的晶片如果真的能用，他干嘛让美国掐住他的脖子？所以呢，根据最新投行的报告，跟全世界能够抓到新的一个资料，就是这一波正在最关键中的一个关键。所以黄仁勋在等，苹果笑了。但如果中国它未来的 AI 真的能够自主，回到刚才老师所说的，中国的 AI 的晶片没有美国领先啊，它怎么做呢？各位 ，AI 的晶片不需要很小，它的机房可以大。所以他们目前呢，据说第一个在矽光上面的专利锁不住，美国的专利锁不住哈，他们的光纤的一个技术、软体的一个技术、记忆体的一个技术都已经跟上来了。所以只要中国它的 AI 到时候真的能够自主的情况的话，未来在 AI 的世界当中，就是会一个地球2个世界，美规世界跟中国的世界。那中国的世界它自给自足之后，辉达、黄仁勋跟美规这一块的 AI 会受到多少的影响，我们就一步一步的观察。但现在第一个雏形正在出来当中，可以确定一件事情是，中国不希望跟过去一样被卡脖子，所以很多事情他们在自立自强。好，中国大陆的 AI 晶片自主，现在黄仁勋真的也是很担心哦。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已经几乎要完全把辉达给切割出去。那以后如果真的分成美规跟中国大陆的规格的话，我们来看到其实这个加强了自己本土业者他在加强自产的能力，尤其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一款这个阿里巴巴。等一下我们请赖老师来带我们看它的旗下的平头哥最新的这款 AI 的晶片，确实已经能够性能超越辉达的 A800了。这一款 AI 晶片叫做 PPU， 然后根据了解是跟美国最新的，也就是辉达的 H20， 它是可以程度差不多的。赖老师怎么看？晶片这个东西很科学的，你一量产一生产出来，你就给大家检验嘛，所有的仪器都会测试它的，例如说它的显卡容量有多少，它能够运算多少，它能跑多快，它那个耗能多少，这个东西你都跑不掉的，因为仪器就摆在那个地方，一放进去，简单的说就国际数字啦，对，它是国际数字啦，所以这个造假造不了。是。
那这个数字就一拍两瞪眼嘛。所以当阿里的这个晶片一出来了以后，对于这个 H20来讲，对辉达来讲，那当然不是一件好消息嘛。也就是已经做出来了。那过去有升腾910D、910C，那现在阿里自己本身也做出来了。好，那我们就来看了刚刚宽敏兄他所提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大陆怎么样让自己的企业自立自强。对，自立自强不是一句空话，自立自强是要把你养大。那我怎么把你养大？对大陆来讲，它的最大的优势就是市场规模够大，14亿人口，用户有多少？31个省市等。那这么大的一个规模，也就是说，一个中国大陆，你美国才3亿人口，你再加整个欧洲，也不过就是4亿多人口，7亿多，你再把日本、再把加拿大都加起来，你也不过是8、9亿，对，还是比这14亿少啊。对。可是通讯系统这种东西，手机或是移动或是电脑，那这个部分在大陆已经基本上来讲普及化了。所以它已经不再是说少数人或者是只有某些精英他们在使用，它已经是全面性的普及。好，那普及的话，就是它市场规模够大，而且它市场规模比你美国能够联合起来的盟国的总和都还大。那这样的情形，我们就来看，那大陆做了什么？李强这一次就到了青海去了嘛？对，他到青海干嘛？去看中国联通，看中国联通什么呢？三江源的数据中心。那看那个数据中心干嘛？他就告诉你说，我数据中心所有的晶片全部是国产的，里面就是有阿里的这个平头哥的这个晶片在里面的，那就代表什么意思？代表就是说我中国的联通网络通讯，所有的他们所需要的这些数据的晶片，中国已经可以自给自足。好，那当然，他们告诉你，厂商告诉你说我的品质好，我已经可以自立自主。数据中心说我大量购买。然后接着就开始下令了嘛？对，下令什么？你字节跳动也好，阿里也好，百度也好，你就都不要再买英伟达的了。那也就是英伟达有3大特点：不环保、不安全、不安全，对不对？不先进嘛。这3大特点都是不的话，那就是之前我是劝说你不要买，它不安全，你还是执意不听。那我现在已经明白告诉你，就是不可以买。那在这个情形下，大厂不买，那就是小厂买。这个郑元兄上次有跟我们解释嘛？对于英伟达来讲的话，你一个小厂买个几十颗，买个300颗，那我要给你做服务，我要怎么超死啊？对，大家看的是大厂，可是现在已经明白告诉你，大厂就是不准买。那你大厂敢不敢买？坦白说，马云之前不是意气风发吗？嚣张的不得了啊！还在退出经营，还在川普的第1任的时候，你怎么讲的那么温和？退出经营层，还在川普没有说到会罚1500亿啊？还在川普第1任的时候啊，跑去那个白宫哦，说我可以带动你多少就业机会。那时候中国贸易战正在开打，他可以干这种有点是这种。像我们的郭先生一样的这种事的话，那你想，那就退出经营股嘛。那现在悄悄的又回来了，慢慢的又回来了，那就代表什么？代表就是说，在大陆啊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一家公司的老板，你即使你说你的资本额再怎么大，以大陆来讲，官股都有的啦。没有说。这个你可以任意妄为了，可以恣意妄为啊！民族大义啊，要守得住啊！好，那我们问题来了，也就是当大陆下令了以后，你觉得有哪个大厂敢偷偷的再去买英伟达？黄仁勋当然整个脸都惨淡嘛。对，为什么？因为 H20已经卖不出去了，这几十万颗相对来说也落后啦，也落后现在也落后。没有，那现在特供版的。B30也不卖了，也要卖，但是他们说不买，中国说不买。因为3年美国不让他卖，目前还没有批准。许可权还没来，还没来，对。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对于黄仁勋来说的话，不过我觉得黄仁勋再怎么样，他还是这个华人啊，中华子孙啊，他不会像祖克伯那样啊，一翻脸以后就那个栽赃抹黑，他不会。我觉得修养好。修养好就是有机会，不会像祖克伯一样脸就黑到底了。
好，今天在晶片站的上面的消息，我们带观众朋友来看到的是中国大陆的最新科技哦，奈米压印再加上硒之光刻机，现在透过双核来突破美国的封锁。另外一方面呢 ，DeepSeek 现在正式的收服了特斯拉。那么中国大陆的 AI 晶片自主元年正式的到来，今天我们一起的来做解读。这个呢是号称盖章式的黑科技，今天要带大家来关心的就是这个日前宣布的奈米压印光科技现在正式的交付了。现在说呢，这个交付之后可以绕开美国长达10几年这个 EUV 来自于它的封锁。那么另外就是光刻机硒之了，它的精度上次带观众朋友看过，这个精度已经逼近了艾斯摩尔的进度。那奈米压印又是什么呢？它其实不需要像是 EUV 这样子比较高难度的光源或者是光照，它可以采用的是物理压印来做这一些比较高阶的晶片，而且呢，不管是在价格或者是省电度上面，都已经大大提升，可以卡位在先进制程。我们也来带观众朋友比对一下艾斯摩尔的 EUV 跟中国大陆它的这一款奈米压印的这个优劣势来做一个比较。首先呢，它的光源就已经不一样了。艾斯摩尔这个采用极紫外光嘛，那么大陆的奈米压印是模具来做压印，重点是这个价格呢只有大约1/10以下。艾斯摩尔的一台机器是1.5亿美元。那么接下来中国大陆会采用完全的国产自研来打破来自于西方的垄断。节目一开始，请教委员怎么看这一台最新的科技奈米压印光刻机正式交付它的意义，还有它的盖章的难度又在哪里？接下来大陆不会被 EUV 卡脖子了吗？委员怎么看？简单的来讲的话，是中国大陆在做这些半导体的制造设备是已经有了很快的发展，但是要距离艾斯摩尔的光刻机啊，还有很遥远的路途要努力。话怎么说哈？比如说我们看硒之光刻机，它是一种用电子束，它不是用紫外光。那电子束有什么好处？它的好处就是说，那个精密度可以到0.6奈米。已经不是什么2奈米、3奈米，可以到0.6奈米，但是它缺点是什么？它光一个可能要刻10个小时，所以对，所以变成说，那跟那个紫外光是一下子咔咔咔咔咔可以几百片出来，不太一样哈。那这个表示说它是科研用的，它是试产用的，它是在做设计用的，而不是在量产用的。但不管如何啦，反正它这种电子束光刻机出来已经很久了。大概每个半导体厂都有这种设备，那这种设备以前中国不能做，那终于做出来的，但是它市场不大，就是你想实验室啊，或者试产用的啦，不大，而价格也不高啊，所以有了第一步，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因为艾斯摩尔的光刻机是用深紫外光跟极紫外光，那这两个的设备比较复杂，比较昂贵，可是从产量来讲的话，表面上你硒之的电子束光刻机便宜，可是你一个月生产不了几片，人家是一个月可以生产成千上万片，所以相较这样，它的单位成本还是比你便宜，所以这一点还要再加油。至于中国的奈米压印最早发明奈米压印呢，其实不是中国，是 Canon。那现在奈米压印简单的道理就是用树脂、热树脂啊，去把这个半导体图案很精密的印到这个晶片上面去，原理上很简单，可是要做到很精密就很难，而且要做到那个良率很高，很难。所以目前我也讲，中国虽然已经做出来的，日本也做出来的，但是市场上没有人买。为什么没有人买？实验的可以啦，但是因为涉及到我去接一个订单，有一定的交期，还有一定的良率。还有很多很多的限制条件，所以他要靠这个来取代艾斯摩尔，目前还做不到。但是未来展望很高，为什么展望很高了？大家会觉得我现在这个数值不好，我可以找更好的东西啊！我这个压印的精度不够，妥善率不高，有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改善？因为反正它成本低嘛，在投入改善的这种潜力很大。所以很多人都对寄予厚望，也许有一天我不要什么深紫光啊，什么极紫光啊，我光什么光复印机就可以了所以这是一个人类进步的一个想象空间是蛮大的。那中国大陆已经做出一个初步的一个方案出来，它取代的对象是 Canon 的奈米压印机，还不是艾斯摩尔的光刻机。
但是加油，说不定有一天能够突破。好，有硒资也有奈米压印，现在备受前景看好。那也在中国大陆同一个时间，就在这2款发布的期间，我们看到它也点名了，接下来就是完全不使用辉达的 H20，因为他认为它有后门的一个漏洞哦。那为什么他有这样的底气？是因为它有这2款很重要的新科技吗？将军怎么看？我想最近辉达20原来最早的时候，这个中国想要买，但是美国因为 DeepSeek 说做出来这个大数据啊是用 H20做出来的。所以美国川普就禁了，但是黄仁勋去跟这个去跟川普谈了半天，那现在又开放，就反而现在中国不买了说中国就提出它有就是不够安全、不够先进，也不够环保，反而这很明显就是中国应该是有所底气，才会说是不买黄仁勋的 H20。那我相信这可能是中国开始有这个底气出来了。就是说，它在这个半导体方面，它制造的工艺来讲，已经有所突破，有所发展。那当然，他希望未来来讲的话，中国采用自己的，因为你必须要有资金进去，这家公司赚了钱之后，它才可以继续去发展它自己的这种半导体的晶圆制片事业。如果说他都跟外国买，他没有资金，厂商就没有能力去做嘛。对，我觉得这是一个良性循环了。那有关于硒资跟这个艾斯摩尔的这种EUV， 还有这个奈米压印我想用比较简单的方式跟各位观众讲，就知道我们知道一片晶片上面其实有数百亿个晶圆体在上面，它是上面很多很细的细。那这个晶体跟晶体之间的间隔距离是到奈米等，也就是非常非常的小。那以前来讲的话，这个艾斯摩尔你可以用一种方式来形容，怎么样在这上面画出上百亿个晶圆体。我跟你讲，它是用照相的方式你就知道说它照相有它照相的优点。我照完相之后，然后完了以后，按照这个相片上面我再去蚀刻再去清洗，再怎么样做出来。那这个硒资类似什么用处？它是用一支可以很细的光束笔去上面画。那你想想，我用画，我虽然也可以画出来，但是我速度已经比较慢，对不对？我用照相，你看一次我就可以照几张相，但是有人画，我一定很慢工才能够出细活。可是硒资有一个好处，它适合用什么？用量子电脑、量子晶片就可以用硒资，它有它的专长。那这个奈米压印，顾名思义，它就是压印嘛。那我刚刚讲说这一片，你用照相的，他用画的，我跟你讲，他这种什么用盖章的。它盖章了，盖章就比要用画的快跟啪盖章但是盖章会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就像是刚刚蔡委员所讲的，你这个章下去跟下个章要很准，那个误差不能到奈米级，你知道？你说误差到奈米级，你这个就良率就不高了嘛，必须这是他第一个要克服的。当然，它这个机器可能比较便宜但是它适合做什么？其实它有它适合能够做的，听说类似那种就是记忆体的晶片来讲，它比较适合大量生产。但是逻辑晶片的话，可能还是要艾斯摩。但总而言之中国短在1个月之内可以推出这2款可以达到奈米等级的机器来讲，我觉得就是一个突破。那后续来讲，它继续去研发，继续去精进，那最起码它可以做到奈米等级的这种光束或蚀刻。那后续来讲，怎么样能够大量生产，提升良率来讲的话，我觉得是等于说有开始的第一步，后续就有努力的空间跟方向。好，2款奈米等级的新的技术、新的科技，这是在硬体上面的突破。那我们也要来看到，其实，在硬体之外，软体现在说也同样迎来高光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呢 ，DeepSeek 的 V3.1 在深夜无预警的上线了，而且这一次最大的亮点，他们特别强调的就是这个国产晶片最优化。那么现在另外一方面呢，特斯拉的这个马斯克，他甚至也放弃自家原本使用的 Grok， 现在转身这个携手 DeepSeek 和豆包 AI 来做合作，大家就在解读说，是不是大陆的 AI 晶片自主元年现在正式的开启了？另一方面，大家也在看说 DeepSeek R2 是不是也要来了？杨老师怎么看？就是在22号上礼拜4的时候，突然 DeepSeek 的这个 V3.1就发布，完全符合这个梁文峰的个性，非常低调。他没有任何的宣誓，没有任何的记者会，没有任何的东西，他就发布了。那这个跟去年12月他发布 V3 也是一模一样。然后呢，12月发布 V3之后，1个月之后今年的1月 ，DeepSeek
R1 就出来。那 R1 出来才是就是说晴天霹雳啊，全世界都注意到，哇哦，有一个 DeepSeek R1，而且是开源的，哦，好用啊，我还经常用到现在。那大家一直在推论说，它这个 R2 什么时候会出来？哦，那中间这个里面的过程就是你要用怎么样的晶片？哦，谁来帮他制造？是要国产的呢，还是要用 NVIDIA H20 还是别的？当然不可能别的，现在市场上就是 H20。那大陆的这个政府方面对于 H20的这个问题一直有一些疑虑，所以呢，作为中国最主要代表的就是这个 AI 大模型当中引起全世界关注的，它当然尽量可能要去配合用。所以在差不多2个礼拜前呢，就出来一个消息说要跟华为的升腾去配合，结果一直没有办法达到满意的结果。华为甚至派一个团队在 DeepSeek 的办公室，可是事实上这个可能就是说只是一个在调试的过程。那现在 V3.1 出来了 ，R1 什么时候会出来？会不会是下个月？那又是一个会撼动全球的，尤其是这一次的 V3.1，它用的那个设计的款式其实国产的晶片都可以做得到。它那个叫做 U18MOFP8，而可以做得到的，除了华为的海思之外，还包含寒武纪啊，